我也曲折迷离 ，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2020年11月，一些生物学家在美国的犹他州的峡谷中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巨型金属柱。更奇怪的是，在之后的1个月里，世界各地又陆续出现了数百个类似的柱子。这些柱子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人类历史上，还有着众多已经矗立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巨石建筑，其中就包括法国的卡纳克巨石林以及英国的拉兹顿巨石。有迹象表明，那些巨石的排列方式和所处的位置正好可以释放地球中的一种特殊的能量，而且从已知的人类历史来看，人类是无法独立完成那些巨石的建造和排列的，而且需要依靠更高级的力量才能完成。因此，一些研究学者大胆推测，这些巨石建筑很有可能是一种供外星 UFO 停靠充电的能量站。那么，巨石的真相真的和外星人有关吗？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时间来到2020年11月18日，一组来自美国犹他州的生物学家们乘坐直升飞机勘测了附近的一个峡谷。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三角柱状物体，那是一块垂直的金属柱，大约3到3.7米高。让他们很惊讶的是，这个地方并不是旅行目的地，没有车辆行驶路线，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观光点，所以这里几乎不会有人走到这里来，工作人员也只能乘坐直升飞机才能到达。很快，犹他巨石柱的发现就成了国际新闻，很多人都在第一时间联想到了经典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是一本写于1968年的科幻小说，并在同年由斯坦利·库布里克改编成了电影。在故事中，人类的进化就是从一块巨型石碑的出现开始的。因此，有人猜测，现实中出现的犹他金属柱可能也与某种外星智能生命有所联系。不过，猜想终归是猜想，虽然还不清楚是谁在犹他州竖起了这根柱子，但人们只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装置。一群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为了保护环境，阻止人们前去寻找，便在发现后不久就将它移走了。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接下来的12月到1月之间，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了数百个类似的金属柱，仅在英国1个月之内就出现了9座。那为什么犹他州的这个柱子会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呢？难道仅仅是因为50多年前的一部科幻电影吗？更多研究学者相信，这世界各地出现的金属柱让人们普遍联想到世界各地的巨石柱。不光这些金属柱不知从何而来，那些散落世界各地的巨石也无解。在主流科学界中，我们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而且不管怎么研究，它们都不像人类建造的。如今，在世界各地矗立着5万多块古老的砾石，其中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最大的甚至有300多吨重。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等于是比2个自由女神像还要重。全欧洲最大的砾石位于法国的布列塔尼，经测量，它立于公元前4700年，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倒下。据科学家计算，其曾经的高度超过了18米，重量大约为330吨。即使在今天，也很难移动如此沉重的巨石。那在大约7000年前的人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是他们有什么技术现在已经失传了吗？还是他们获得了有着更先进技术的外星人的帮助呢？同样，位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卡纳克村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史前石阵，其中包括3000多块由史前凯尔特人树立的巨石群，被称为卡纳克巨石。法国考古学家已经确定了这些巨石建于大约7000年前左右，它们绵延了3.2公里。此外，这些巨石的排列也让人感到十分的疑惑，其中一些石头是按照平行线排列的，
而有些则组成了扇形。但考古学家们搞不清楚，当时的人们究竟是如何移动这些平均30吨重的石头的呢？又是如何把它们整齐地排列了3.2公里之长呢？一些主流学者认为这些石头只是简单的墓碑，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卡纳克巨石能够追踪一些特定的天文事件，比如冬至和春分。但这2种猜测都不能解释卡纳克巨石为什么从天上看有着更精确的位置和几何排列。我们从石阵上方可以清楚地看到11条近乎完美的平行线，这11组整齐的石列绵延了将近1600多米。那么这些由石头组成的线条究竟有什么用呢？更有趣的发现还在后面。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工程师亚历山大·汤姆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巨石。1970年，他对卡纳克巨石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巨石是被故意排列成几何图形的。其中最有趣的是，位于那些整齐平行排列的石列的西端，有一些巨石竟组成了一个近似鸡蛋的形状。而神奇的是，汤姆在这个由巨石组成的形状中发现了古人对勾股定理的运用。这一发现直接震惊了考古学界，因为卡纳克巨石的出现要比勾股定理的发现早了有4000年之久。对此，一些研究学者认为，我们的祖先可能是在外星访客的指引和帮助下，把这些石头排列成规律的几何形状的。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外星人为何要这样做呢？也许真相并不能从天上获得，而有可能就隐藏在巨石的下方。1992年，来自法国的热力学工程师皮埃尔·梅罗对卡纳克巨石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这些巨石都是沿着地下的断层线精确排列的。这所谓的断层线是指地壳中断层面与地面的交线，它是地震产生的原因，既可以是直线，也可以是曲线。重点在于地震会沿着断层线发生。皮埃尔还发现，这些巨石都含有大量的石英，而石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材料，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性质，叫做压电性。也就是说，当石英石受到压力的作用时，就会产生电流。根据压电性能，石英被广泛应用于手表、扬声器和计算机的生产中。同理，当卡纳克巨石受到足够大的压力刺激时，它们也能够产生电荷。而卡纳克巨石恰好就被放置在了断层线之上，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石头储存和创造电磁能。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让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是，无论是在地壳和地幔中，还是在海洋和河流中，其实地球都存在着恒定的微量的电流，而卡纳克巨石阵排列的方向正好顺应了内部电流的方向。这就意味着，创造了它们的史前人类早就知道了地球自带的微妙能量。如果事实真如我们推测的那样，那些绵延了3公里、平均重达30吨重的巨石正好坐落在能量最强的断层上，那这3000多块矗立在大地上的巨石，是否是谁在利用巨石收集能量呢？如果7000年前的人类办不到，那只有那些比我们先进的外星文明才能做到了。再通过研究另一处巨石遗址附近发生的难以解释的事件，学者们有了进一步的线索。拉兹顿是一个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古老村庄，早在5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居民在此定居了。村庄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巨石建筑，其中就包括英国现存最高的砾石拉兹顿巨石。据研究人员介绍，这块巨石是史前人类在距离拉兹顿约16公里的卡顿湾发现的，之后就被人们抬到了山上。它高达7.5米，有近40吨重，因此要想把这块石头直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根据英国历史记载，在当地发现了11000年前的人类建筑的痕迹，
虽然主流媒体认为拉兹顿石柱立于5000多年前，但更有研究学者认为它有着上万年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在车轮被发明之前的6000年左右，拉兹顿巨石就被运输到了现在的位置。很难想象几千年前或者上万年前，人们是怎么把它运到山上来的呢？而根据当地历史学家的说法，和巨石的起源一样神秘的是，这个地区在近几个世纪以来发生的种种奇怪的现象。拉兹顿巨石所在的地区有着东约克郡百慕大三角之称。据报道，这里有着很多奇怪的空中现象，比如天空中时常会出现奇怪的光点。还有人声称曾在拉兹顿附近看到过绿皮肤如同仙女一般的人。此外，电子设备也会在此地受到干扰。人们不禁将种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与拉兹顿巨石联系在了一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地球的自然能量被巨石所放大了呢？就像卡纳克巨石一样呢？对此，研究人员还指出，除了表面上所看到的之外，其实拉兹顿巨石还有着更多的秘密。18世纪初，英国学者威廉·斯蒂克利对拉兹顿巨石进行了挖掘，结果发现这块巨石有一半的部分都被埋藏在了地表之下，也就是说，拉兹顿巨石向地下延伸了足足有7.5米之深，而且它也和法国的卡纳克巨石一样，主要是由具有高导电性的石英晶体所组成，因此它也是一个能量的导体。有趣的是，研究学者发现，和卡纳克巨石一样，拉兹顿也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地球能量的地方。那么，这个英国最高的巨石有没有可能是外星人用来收集地球能量的呢？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摄影师阿尔伯特·沃特金斯还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他发现许多史前巨石和英法两国重要的古代遗址都呈完美的直线排列。渐渐的，有更多的人发现，世界各地的古代遗址似乎都能连接成一条直线，比如埃及的金字塔、著名的英国巨石阵，还有吴哥窟，都处在能量线的交叉点。我们刚才谈到的拉兹顿巨石也正好处于3条能量线的交界处。有研究人员从理论上猜想，古人之所以会沿着这些能量线放置巨石或者是重要建筑，可能是他们意识到了地球潜在的能量流，因此他们选择在一些能量线放置一些巨石，从而激活并利用这些能量。如果古代的巨石建筑真的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人在外星人的帮助下把这些巨石立于大地之上，并且用于提取地球能量的话，那么这些能量究竟被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有人说，在巨石附近常常出现奇怪的光点，它们有可能在这些巨石柱的上方给自己充电，然后再继续它的星际旅行。如果他们能在地球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充电，把地球作为他们的中转站或者说是充电站，那我们人类算什么呢？